一个永生的使徒被炼化，一定很费力气吧？如果时间充分的话，说不定我可以在这之中找到六度王爵的去处。那个神秘的永生王爵去了哪里？你不感兴趣吗？不感兴趣。无趣。这些事情我从来不感兴趣，你知道就足够了。但你还是跟来了。看来银尘对你的吸引力还真是大呀。怪不得，像这样拥有盛夏光景的村镇，对于严方邦玉来说，的确是极为珍惜的一块宝地。我们水源灵力侵蚀的力量还是很大。我怀疑，这和原始天妖复生有关。以后，我就不能再保护这里了。始源的永生王爵又下落不明，眼下唯一的办法，就是把永生使徒炼化成为永生之力，注入池底，用来不断的提取池底的火源灵力。你居然还想着炼化使徒这种下策！如果你不这么莽撞，说不定我良心发现，还会帮你想想办法救这个盐池村。也许我的方法可以化解这里的危机。要是真能这样的话，我就没有什么可以牵挂的了。但是我的问题还需要你来帮我解决。这算是一笔交易吧？交易？这话是从你银尘嘴里说出来的吗？我还真没想到，我竟然会说出这样的话。龙毅，你干嘛？你干嘛抓着我啊？快去救神鹰啊！再忍忍。龙毅，你快住手！麒麟，就是用这种方法叫来的银尘。你是疯了吧？你叫神鹰的王爵来指挥更乱啊！银尘，他们两个来了，一切按你说的做。难道被炼化的是神医？看来你根本没有在休息。既然是你的宝贝使徒，那接下来的就交给你吧。走吧，我已经知道他在哪儿了。喂，你能不能有点轻重啊？麒麟刚刚就是这样被你打晕的。没关系，我受得住。你受得住，怕是你的王爵会不爽啊。是不是你的主意，银尘？神医，我跟你一样，是因使徒受伤而来。那就是你。等一下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这位应该就是火源的六度王爵龙乙了吧？我早就听说始源有一位感知力异常强大的女王爵，今天终于见到了。我们就是来看热闹的。六度王爵出手伤人，有些不讲理数啊。我本无意与两位王爵属敌，只是有求于二位，不得已而为之。严方邦玉由于原始天妖复生，灵力失衡，靠我一己之力，恐怕难以为信。不用说了，我是不会帮忙的。来都来了，那就听听看吧。王爵，刚才龙乙并没有对我下重手，所以我愿意相信他说的话。而且，我也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。可是我想知道的是，为什么银尘会在这里？即便是为了你可爱的小使徒，这次也
太过多管闲事了。是我让银尘帮我从水源取回了我的火源灵气长梦斩。前段时间我四处寻找，后来听说它被遗落在了水源境内。多亏了银尘帮我解决了一个难题。我的天赋要做这样的事，确实挺方便。那么你们两个又是怎么认识的？银尘之前喜欢游历四方，曾经来过灵台镇，我们有过一面之缘。龙毅，我有办法帮你保住灵台镇。什么办法？我们需要在灵台镇上方制造一个灵力强大的水源结界，这么一来就可以阻挡水源的侵蚀。但是以我们现有3人的水源灵力，并无法制造这么强大的结界。我们还需要灵力更强大的水源灵术师过来帮忙。上哪儿找这些灵力更强大的水源灵术师呢？要找，就要找最强的。玄苍邦域的2度王爵幽冥以及4度王爵雷雅。以我对幽冥的了解，他是不愿意出手相助的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引他过来。你只要在他们面前提到你被下达红训，以及原始天妖的事，他们自然就会帮你。但是我需要你帮我，在他们面前暂时收下这个。这似乎是我们火源的灵气。是火源灵气长梦斩。多年前，我来到灵台镇，这里的气候宜人，清凉宁静。但是如今，遭受到水源、火源双重元素的冲击，气候巨变，甚至连这里的地貌都扭曲变形。我想，你叫我去找长梦斩，就是为了要保住灵台镇吧？是。还真是心系百姓，可我根本不关心。虽然我被下了红训，但只要能救下灵台镇，我便别无他求。你被下了红训？那你怎么还有时间在这里拯救灵台镇呢？你们火源的2度王爵不是应该来执行杀戮命令吗？火源的2度王爵游煞是我的至交好友，他给了我最后的时间，让我了却遗愿。结果你就用你最后这点时间来救这个村子，你就不想着逃跑吗？既然你们是好友，他难道真的要杀你啊？我不想让游煞重蹈天师的覆辙。天师多年前突然失踪，不明下落，生死未卜。我和游煞一直以来没有断了对他的寻找，直到有一天，我们发现了天使突然失踪背后的隐情，才知道我们再也找不到他了。天使，火源的1度王爵，什么隐情？至于什么隐情，这么重要的信息，我不想白白告诉你。我也没有什么其他要求，还是那句话，靠我一己之力想救下灵台镇，非常艰难。不如2位王爵帮我保住灵台镇，至于隐情，我可以慢慢跟你们说。不如我们先留下来，替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，然后再听听他们的故事。好，
那我就先帮他了了一愿。先谢谢二位王爵。哇，好美啊！所以，不希望这里被冰雪吞噬。但你既然想要炼化我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。我一个将死之人，顾不了那么多了，只想能保住灵台镇。一个用理由和借口来为自己开脱的人，真是虚伪又自私。没错，我自私，我向你道歉。当然，我不指望你原谅我。我当然不会原谅你。你打算怎么做？需要我们3位王爵共同施展水源灵术，在灵台镇上方制造一个强大的水源结界，来吸收水元素的侵蚀。七斗王觉得这个办法，仅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完成的。你怎么有把握我们会帮你啊？我也是刚才看到2位出现，才临时想到的。七斗王爵还真是深藏不露啊。龙毅，制造结界的过程中，需要你使用火源的灵术，在结界下方来维持水火平衡。哎，那我们呢？你们只需要保护好自己，在水火交融之时会产生巨大的冲击力，守住你们的灵兽，不要让他们受到惊吓而暴走。赶快开始吧，我已经没有耐心了。幽花，你醒了，你感觉怎么样啊？神医？我怎么会在这儿啊？结界做好的瞬间，因为冲击力太强，所以你就晕过去了。龙乙说，都是因为他之前试图要炼化你，所以你身体现在才这么虚弱。他安排了这间房间给你休息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记得我好像恢复差不多了。你放心，这张床龙一已经施展过了灵术，他还嘱咐说一定要让你躺在上面。他说这样可以帮助你恢复灵力，调理气息。那是不是等我恢复差不多，我们就该走了？不行，现在还走不了。还走不了？还有什么情况吗？结界做好的瞬间，我们又遇到了新的问题。灵台镇现在因为火元素过剩，加上又没有水元素做平衡，所以气温异常的炎热。而盐池作为热源，一直都在保持沸腾的状态。你知道吗？现在的盐池一片鲜红，就像岩浆一样。我真的很担心，随时都会有爆发喷射的危险。来，喝点水。你们先退下，
关上正门。我这次是奉白银祭司之命，和南药王聊一聊烛龙卵被盗一事。听闻南药王最近甚是焦虑。烛龙卵被盗，祖金之墓被入侵，这种事情接连发生，岂止是焦虑，简直是让人愤怒。南药王有什么忧虑，不妨直说。我在想，只有王室的血脉才能进入王室的墓穴。哦，那就奇怪了。据我所知，南药王如今膝下尚无皇嗣，若打开祖金墓的真是王室血脉，玄苍后继有人。为了玄苍，南药王现在要做的，难道不是找到验证血脉的办法？竭力搜寻遗孤吗？又或许，如果真的是王室遗孤，那这遗孤身上到底背着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？南药王自己也说，如果不是王室血脉，无法打开祖金。那不是遗孤，又能是何人？那不是王室血脉，又能是何人？为何在天妖复生、玄苍动乱的时候出现？南药王，你是不是应该给个交代？要交代可以直接找白银祭司，为何偏偏质问本王？唉，我也是为玄苍心焦啊。烛龙卵被盗，我愧对玄苍列祖和百姓啊！南药王，你大可不必忧虑。那失窃的烛龙卵根本无法对南药王产生任何的威胁。白银祭司知道烛龙卵被觊觎已久，被盗走的烛龙卵已经被施了灵术，盗走它的人只能自讨苦吃了。这炙热的岩池底部中心，就是上古时凝结成的火之元素——魅火晶。太好了！取得魅火晶之后，我就会将它带回玄苍帝都。好啊，只要它对你们玄苍有价值，你大可以带走，就算我感谢你们了。龙毅，你们严防是不是出了什么大事？在这件事上，你们的四度王爵比你更关心。他在走之前，把我截住，仔仔细细问了一番。就在3个月前，我们查出天师的失踪，其实和风源有关。怎么又扯到风源了？当时我想找白银祭司帮忙，但没想到，其实他们早就知道原因，而且一直瞒着我们。为什么？原因就是整件事情都是严防白银祭司默许的。这事大有蹊跷。这件事情之后，我就被下了红讯，
蝼蚁，无论如何，万事小心。好了好了，我们还是好好想想，怎么从岩石里取出魅惑晶吧。这沸腾的岩池，但它始终是水，炙热的水。对于你们炎方的灵术师也许很难，但是我们水源的灵术师……等等，这不像你想的那样。如果你们水源灵术师下去，则会受到火源灵力的攻击，而我们火源灵术师下去之后呢，则会受到水源灵力的攻击。虽然我是永生王爵，但是在建造结界的时候，我已经把灵力耗尽了。这么一说，不就没有人能取得魅惑晶了吗？我看未必。幽花，我可以操控水元素潜入池底，整个过程中，就算我被火源灵力攻击，在池底的包裹下，我可以有源源不断的水元素作为恢复。再怎么说，我也可以达到一个自保吧？是的，或许你可以。水源的永生使徒，这只是一种猜测，还有可能遇到很多不同的情况。我都要炼化你了，你还愿意冒这个险做这件事情吗？我又不是为了你，我这是为了我们玄苍帮玉。更何况，如果我做到了，那就只能说明你们火源的永生王爵也的确没什么能耐嘛。我身为一个水源的永生使徒都可以做到的事情，而你一个永生王爵却做不到，哈哈，那不就相当于打你脸，甩你好几条街，让你出门没脸见人了？你这个姑娘啊，生性倔强，但骨子里却耿直的可爱。不过你现在还做不到。你身上有我炼化你时注入的火毒，3天，你需要3天时间恢复，我会帮你把火毒彻底排除。银尘，正如你所料，谢谢你帮我救了林台镇。你也帮了我不少。天灾异象逐渐平息，目前帝都百姓对元始天妖复生一事的惧怕心态已有所平和。辛苦你了，希拉王爵。分内之事。另外，我发现水源和火源边界一带的灵力状况十分的异常。火源炎方似乎也受到了元始天妖一事的影响。目前我们几位使徒还在那边寻找元素，我担心。希拉王爵，你的担心多余了。使徒们正需要多些磨练。好的。倒是五度王爵和使徒的任务有些棘手。希拉王爵还要暗中多多留意。希拉王爵，你似乎有所顾虑。我只是觉得，元始天妖复生一事，不像表面那么简单。万事皆有因果。你已经可以很好的掌握对灵力的分离和引导，但是对发力的时机还不能很好的控制。那就再来一次。好，集中精力，注意时机。喂，你不是说好发力吗？怎么你这个人不讲信用啊？收力和发力的关键在于对时机的判断。你潜入岩池后，灵力
是如何对你干扰的，不是你希望如何就如何。所以你要更加集中精力，应对各种变化，以便于在不同的情况下做出迅速的判断。不过，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你进步的速度出乎我的意料。喂，你原本是想把我炼化了，来阻挡水源的冰寒，对吗？对。但是后来，你和银琛他们3个人一起合力，才阻断了水源的灵力，对吧？是。那也就是说，你们4个王爵一起合力才做到一件事情。如果把我炼化了，也同样可以做到，而且还只能是我，其他使徒还不可以，对吧？你很聪明，没错，可以这么理解。再来，集中精力，注意时机的判断。不是说要走了吗？干嘛又回来？你不是一直对火源的1度王爵很感兴趣吗？我对他倒不感什么兴趣。我感兴趣的是，火源王爵的失踪竟然跟风源有关，更何况他们的白银祭司竟然是默许的。哼，那些个白银祭司，想必也会对我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同样默许吧。或许他们就是在等着你来做呢。怎么看，你都是最合适的人选。王爵，如果我受这么点伤，你就能把幽花救出来，又能解决龙影王爵的麻烦的话，那我宁愿多受点伤。我们还有难题需要解决呢。你怎么样？身体恢复了吗？没事了。幽花，你没事吧？我有事，有事也不告诉你们。算了，没事，死不了。幽花，你要记住，一旦你潜入池中，一定要快速果断地潜入池底的中心，拿到魅惑晶，迅速返回，不得迟疑。虽然你有强大的天赋支撑着，但是以你现在使徒的灵力还是有限的。等一下必须由你一个人独自潜入湖底，若是遇到任何问题，千万不能勉强。一旦出现问题，你很有可能会融化在这岩石池底。开什么玩笑？我可是永生使徒哎，难不成这岩池里的水元素还不能让我全身而退吗？我一定不会这么轻易死在这儿的。在见到我的王爵之前，我不会轻易有事的。我可是永生使徒，你们死了我都死不了的。哎，幽花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，可是你一定要小心。我们在这等你回来。幽花，我们等你回来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真啰嗦。放心去吧，我会竭尽全力在岸边帮你遏制住这池中的火源灵力。
上了。没用的，这本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，就算我们下去也帮不上忙。有花，有花。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我做到了。你做到了。你看，池水已经不再沸腾了。我是不是很厉害？你太厉害了。我就知道你可以的。我很厉害，对吧？好孩子，你很棒。希望你的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。魅火晶我们拿走了，虽然灵台阵保住了，但是你们火源的问题，我无能为力。没有什么问题了，我已经没有遗憾了。如果非要说有什么遗憾的话，其实我到现在也没有收过使徒。幽花，如果你愿意的话，我可以收你做我的使徒。我才不要呢！我自己有王爵，他还等着我去找他呢。而且你是火源，我是水源，我们水火不相容的。我才不要给一个眼看就要去死的人当使徒呢。有花，没关系，我很喜欢这个丫头。虽然啊，她脾气很臭，不会说话，长得也不好看。不过她内心纯洁善良，勇敢正直。我们俩很投缘。不过既然你不愿意，我就祝你早日回到你的王爵身边。神音，在和你接触的过程中，我能感觉到你内心的纠结和迷茫。你一定要记住，杀戮是你的使命，但不是你的命运。不管你身为杀戮使徒也好，杀戮王爵也好，千万不要在完成任务之后失掉你的本性。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帮我。现在带着魅火晶回到水源，做你们该做的事情吧。后会有期，后会有期。你的王爵很幸运，有你这么一个优秀的使徒。不过这个小使徒呢，有那么一点点小不自信。
但是我相信，有朝一日，她一定会成为一个出色的女王爵。不要哭嘛，永生王爵和永生使徒要面对的是无尽的生命和无尽的孤独与寂寞，还有无数次的分别，这些才是你要面对的巨大挑战，你必须习惯。好，那你真的会被流沙杀死吗？难道你的红讯不可以解除吗？红讯应该是可以解除的吧？就像之前我们水源的5度王爵和使徒也被下了红讯，但是也解除了。何况那个游煞不是你的朋友吗？就像我跟麒麟神医一样啊，神医虽然是2度使徒，但是他这次也是拼了命的在救我。所以，你应该会没事的吧？也许吧，别忘了，我是永生王爵，我可没那么轻易死掉。那说好了，你答应我不准死的。好，我答应你。那如果你有机会见到王爵的话，把你刚才你夸我的话再说一遍呗。啊，还有，你见到他一定要告诉他，就连你都想让我做你的使徒，哼，让他着急些。好啦，快走吧，他们都走远了。以后有机会我还来这儿玩，我喜欢这儿。好，欢迎你来玩。我走了。我刚刚联络了东伯侯，准备在秋收大典之后，执行对南药王的刺杀。我听说接连几日看管烛龙卵的灵术师都开始出现暴毙的情况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是啊，现在越来越多的灵术师发现烛龙卵的蹊跷，他们甚至都不愿意跟烛龙卵扯上关系，还不愿意执行刺杀任务。烛龙卵现在在哪儿？在密室保存，有资历很老的灵术师看管着，他们都是自告奋勇守护烛龙卵的，他们都是怀着必死之决心。时间越来越近了，我不想眼睁睁地看着我们的灵术师相继的送命，我决定，我独自保存烛龙卵，其他的灵术师只管执行刺杀任务。不行，这不是个办法。这个烛龙卵一定有问题。好了，出来吧，就在这儿。好了，出来吧，就在这儿。
看来你已经准备好去死了。为什么是你，不是游煞？想想看，如果一个杀戮王爵被下了红训，由谁来执行呢？游煞被下了红训？难道火源的白银祭司会让水源的杀戮王爵对游煞执行红训吗？你是知道的，白银祭司对很多事情都是默许的，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既然都被下了红训，去死就好了。游煞在什么地方？火源的永生王爵就这么死了。他为了制造结界，几乎已经消耗了全部的灵力，已经是虚弱不堪了。他常年靠自己一个人的力量维系灵台镇，早就不想活下去了。你为什么不告诉他你返回其实是因为收到了红讯呢？会有人相信吗？当然不会。不过有一件事情，我倒是觉得很蹊跷。什么事情？银尘取到了长梦斩，又拿到这里给了龙椅。碰巧在这里取到了魅火晶。这一切就好像有人知道银尘要来这里一样，故意把长梦斩给了他。毕竟如果没有长梦斩，取到魅火晶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。的确，越来越有意思了。你们回想一下，那日去取烛龙卵，可曾发现什么问题？首领，到底怎么了？烛龙卵是我亲自取回来的，问题到底出在了哪里呢？也许这颗烛龙卵在取回来之前就不对劲。我之前好像听说过类似的灵术，有极强的破坏力，尤其黑暗。凡是接触过它的人，都会被它吸干阳气，陆续暴毙，死状枯竭。当真有如此邪乎的灵术？我从未听说过。虽然没有亲眼看见，但是之前有重妖的事在先，所以我相信有这样的灵术。这么说来，如果这颗烛龙卵真的被施了这种灵术，如果把它继续留在身边，恐怕整个组织甚至更多的人会因接触过它而陆续送命。不，一定还有别的办法。不是说还不确定黑灵术是不是真的存在吗？也许是那些灵术师与烛龙卵气场相斥，也许是我们的保管不太得当，如此便由我来保管，其他人按照原计划刺杀南药王。我们就将刺杀定在明晚，如此就会减少看守烛龙卵的时间，自然会减少更多的伤亡。史力，你现在马上通知所有人做好准备，明晚行动。这是命令。杨泽，
你现在需要冷静。贸然行事只会让你枉送性命。就差这一步了。恭喜大王！怒风破、苦水魂、炎土灵、魅火晶4大元素都已经集齐了，神像随时可以修复，此乃玄苍子民之福啊！真乃是天助我也！如今4大元素集齐，待到神像修补完毕，大王的一切担忧就都不存在了。修补神像一事，东伯侯有什么建议吗？启禀大王，自神像遭破坏以来，民间流传着各种传说，天灾频现，民心惶惶。大王不妨借此次修补神像，行祭祀大典，一来可以安抚民心，二来祈求玄苍万事太平。东伯侯此言有理。微臣建议尽早启程修补神像，神像早一日修补完毕，玄苍子民就多一日太平。哎呀，本王也想尽快安抚民心，平息此事。好，明日修补神像，行祭祀大礼。大王英明！大王英明！大王英明！本王今天高兴，传令下去，今夜无眠，全城庆典。谢大王。知不知道我们在收集魅火晶的时候遇到了谁？炎方的6度永生王爵。谁？你怎么抢我话呢？炎方的王爵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事情是这个样子，我们在收集魅火晶的路上碰到了炎方王爵，然后吧，他中间就把幽花给掳走了，差一点就把幽花给炼化了。还好我机智，我一眼就看穿他的计谋了。哎，哎呀，好了，是银尘。收敛，神像。神像怎么了？刚刚东伯后传来消息，王爵跟使徒已经到达帝都，4大元素收集完毕，南药王明日启程，将去修复神像，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。有东伯侯做呼应，此事更有保障。传令下去，做好准备，立刻启程，赶在南药王到达之前安排好一切，刺杀南药王。整个计划我都同意，我还是坚持放弃烛龙卵，直接刺杀。是否使用烛龙卵，容我再想想。可是修复神像有关天妖，我想王爵跟使徒一定会一起护送4大元素。师弟说的有道理，我们必须做好万全的准备，分散他们注意力，让他们无暇顾及。炎方王爵一击将我击倒在地，我当时心想，我这一世英名就要葬送于此了吗？就在我快要撑不住的时候啊，说是那是快，银尘唰就出现了。我当时的那个心呐，哎呦我的妈呀，都跳出去了。这不是最精彩的，知道什么是最精彩的吗？你知道什么是最精彩的吗？我跟你们说啊，最精彩的是银尘竟然和炎方的6度王爵他们认识，他们居然认识啊！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
幽花最后不惜冒死帮了严方的王爵，然后从盐池池底取出了魅火晶，帮助灵台镇解决了他们的危机。我就说吧，幽花她是冷眼热心。幽花的天赋确实厉害，我承认，她也就比我强那么一牛牛吧。哎呀呀，我可是听到你夸我厉害了。我夸你干嘛呀？我是夸连泉厉害，是不是？他说你比他厉害。看你这么认真真诚的份上呢，我就同意你崇拜我了。一般人可是没这荣幸的。首领，麒麟一行人已经回到了郡主府。在暗潮的灵术师中，只有你见过食梦兽造成的伤口，所以还要麻烦你。真的只能如此吗？为了我们的计划能够顺利的进行下去，不要顾虑太多。动手吧，这是命令。原来，这就是食梦兽造成的伤害。没关系，不碍事的，就像受伤3、4日便可。麒麟，对不起，希望这是我最后一次利用你。对了，麒麟，你刚才说要问连泉什么来着？我给忘了。哦，对，我要问连泉，你刚才是不是要问我灵兽异动的情况？对，我见到你太开心了，我都给忘了。这个话题转得真硬。哎，你哥哥呢？我们一起回的帝都，他有事先去忙了。王爵就是王爵，整天都不知道在干什么。这次镇压灵兽异动，有很多灵兽都不受我们控制，包括哥哥的灵术，也没有办法，所以到最后只能悉数屠杀了。如果说连5都王爵的灵力都……这些灵兽已经被妖魔侵蚀了。妖魔？是像虫妖那样的吗？虫妖不是灵兽，他们只是拥有黑暗灵力的妖魔。我们到天阁已经证实了，这次袭击我们的灵兽叫食梦兽，他们是被妖魔侵蚀的灵兽之一。那这些被侵蚀的灵兽和一般的灵兽有什么不同呢？他们跟一般的灵兽不同，他们的思想、行动都被妖魔控制，该攻击谁、如何攻击，都跟人类一样，有明确的想法。那就是说，他们既有灵兽的行动能力，又有人类的思想，是吗？没错，我也是第一次被这样的灵兽所伤。什么？你受伤了？在哪儿？哪儿受伤了？啊？没事儿，只是
手被抓伤了。你的这个伤口怎么这么严重啊？被侵蚀的石木兽，攻击力尤其的强，它们的抓痕跟一般的灵兽不一样，一旦被它们抓伤，如果不及时医救，可能会有做噩梦的后遗症。噩梦？它会把你的恐惧化成夜晚的梦境，有不少灵术师因此丧失了心智。那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及时医治了，没关系的。那就好，吓死我了！郡主啊，郡主，怎么了？刚刚东伯侯府有人来传话，说是请麒麟少爷前去泡温泉。泡温泉？越说越离谱，竟敢来我郡主府戏弄人！那个刚刚传话的人呢？走了，说是东伯侯交代了，老地方见。走了，走了。东伯侯？难道麒麟真的认识东伯侯？你好啊，东伯侯。你好啊，老朋友。正好，本来就是一套，当然正好了。真好。我能活着回来啊，真好。你说什么？啊？我说，这次东伯侯府上好像戒备森严了。据可靠消息，我们上次闹完之后，东伯侯回来大发雷霆，愣是加了上百位士兵来守卫侯府。上百位？嘘，小声点，生怕东伯侯不知道在他家楼顶啊。我们也算是干过大事的人了，也是偷用过别人澡堂子的人呢。哎呀，可是短期内啊，我应该不会再泡温泉啦。怎么了？发生什么事了吗？啊，没事没事，就是去取魅火晶的路上啊，路过灵台镇，哎呀，很多温泉，有点泡腻了。哎，你这次去鲁边赈灾怎么样啊？灾民情况严重吗？要不是亲眼所见，真想象不到，繁荣的玄苍其实早已是千疮百孔。何止是玄苍啊，哪儿的百姓不需要帮助？还好我们顺利收集了4个元素，接下来只要修复神像，就能保一方百姓平安了。哇！这烟花好像比刚才要多了呀。小心点。哎，没事儿。怎么了？你这怎么弄的？就是赈灾回来的路上，被灵兽攻击，受了点小伤。灵兽？你的这个伤口怎么这么严重啊？被侵蚀的石木兽，攻击力尤其的强，
他们的抓痕跟一般的灵兽不一样，一旦被他们抓伤，如果不及时医救，可能会有做噩梦的后遗症。这个不是普通的灵兽，这是被食梦兽给抓伤的。啊！食梦兽被食梦兽抓伤之后会留有后遗症，你当时有没有及时医治啊？随行的医师，及时治疗了，没什么大碍。杨泽，我们还是不是兄弟啊？我们是不是说好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？你现在连受伤都不告诉我，怎么做兄弟啊？怎么了？没什么。这辈子有你做兄弟，何其幸运！哎，对了，这个食梦兽长什么样子，你记住了吗？我当时非常的惊恐，因为他动作太快了，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样子，我就记得那一双绿眼睛特别恐怖，就跟梦魇一样。那还记得他在什么地方出现的吗？你仔细想想，这很重要。如果没记错的话，在城郊，离帝都不远。离帝都不远的城郊已经有食梦兽出没的话，那他们的目标难不成是神像？这件事太蹊跷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之后再跟你仔细解释吧。我现在要去找银尘。麒麟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好啦，我到时候还要回来跟你一起吃烤羊腿呢。走了。麒麟，对不起，求你一定要平安无事。附近的食梦兽已经被我们收服，等王爵和使徒一行到达后，我们可以由此把他们引开，趁他们不在之际，就可以实施行刺计划。千万要看好他，以免伤及无辜，特别是麒麟。放心吧，我们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，大部队已经连夜出发了。希望一切顺利。烟花盛放，夜色撩人。司铎王爵在如此的深夜不请自来，不知有何要事。我是来恭喜三度王爵的。听说4大元素集齐，神像修复在即，天妖复生一事也马上可以得以解决。恭喜三度王爵。愧不敢当。三度王爵不必谦虚，我只是完成我的分内之事而已。是吗？可是我怎么听到了一些奇怪的传闻啊？故弄玄虚，好像不是4度王爵你的作风。天灾一事表面上好像是解决了，可是帝都地下水突然翻涌不止，不知三度王爵对此事可否知晓啊？确有此事，那就多谢4度王爵的提醒，这是我工作的失职。我现在就去跟白银祭司汇报。三度王爵不必心急，我倒是有一个解决的办法，只不过需要违反些常规。
三度王爵是真的不知道，还是在等着我说呢？还请四度王爵不吝赐教。要解决这件事情其实很简单，压制灾难之事，多少都要用到一些黑灵术。黑灵术绝对不能用，不需要三度王爵亲自动手，只不过需要招募一些黑灵术师。四度王爵，你不必再说了，黑灵术坚决不能碰。我现在就去向白银祭司汇报。四度王爵，你请自便。希拉王爵，你越装作不知道，我越觉得和你有关。哇，不愧是玄苍王室的队伍，这么壮观。这就叫壮观啦，真没见过世面。如果不是玄苍近几年灾祸不断，更壮观、更华丽的场面都有。这只是简化的规模啦。腐败。好了，我们赶紧跟上去吧。也不知道银尘收没收到我的讯息啊？请马上通知七度王爵，帝都附近出现石梦兽，修补神像，恐怕有变。好的，七度使徒。哎，你们等等我！白银祭司让我们保护玄苍王前往神像，这石梦兽真的有那么可怕吗？之前啊，连群跟央泽被石梦兽所伤。如果南药王一行人惊扰到石梦兽，那后果不堪设想。只是这从头到尾，我连石梦兽的影子都没有看到啊！我一直在想，石梦兽为什么会出现在帝都？我也在想这个问题。会不会是有人刻意把石梦兽放在这里，引起混乱？引起混乱，然后趁机袭击南药王吗？反正啊，不管是哪种情况，我们都不能再坐着等了。我们必须在石梦兽接近南药王之前把他杀掉，否则，更多无辜的人就会受到伤害。你们听没听到什么声音啊？像是灵兽的声音。石梦兽。石梦兽。你确定？应该吧。石梦兽出现在城郊树林，请几位使徒速速前往，制服石梦兽。首领，石梦兽已经放出，使徒们已经往石梦兽的方向走了，估计他们一时半会儿是回不来了。通知下去，今晚行动，刺杀南药王。是，首领。你真的知道他在哪儿吗？我的灵力
虽然没有你们3个强，可是对于藏身之地来说，我是这个。我小时候为了不被挨打，你们能想得到的地方我都藏过，可是我藏过的地方，你们不一定想得到。唉，所以石梦说到底在哪儿啊？在这种树木不算茂密的林子里，有一个小山坡是最理想的。不过一路走过来，并没有发现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灵兽求生的本能应该是靠近水源。对于灵兽，我比你了解。怎么是刚才石梦兽抓的吗？一旦被他们抓伤，如果不及时医救，他会把你的恐惧化成夜晚的梦境。有不少灵术师因此丧失了心智。没事，旧伤而已，只不过刚才不小心被挣开了。哇，怪不得这玄苍王室百年不衰啊！这玄鸟之力的波动也太厉害了吧！我们中计了，南药王有危险。你是谁？怎么会使用玄鸟之力呢？本王再问你，你是谁？你当年谋害前苍王主金，杀死他2个毫不知情的儿子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问过自己你是谁？你到底是谁？看清楚了，你现在知道我是谁了吗？祖金的玉佩。太像了，难道你真的是他的儿子？你还活着？啊？也对呀，本来应该10几年前就死的人，突然站在你的面前，的确是有些惊讶。怎么可能呢？明明就是……是不是想说，明明派了重兵追杀，明明见到了尸体，我为什么还活着？当年父王将玄鸟玉佩给了我，然后他就……别忘了，我也是玄苍王族血脉，自然会有玄鸟之力的保护。若不是父王当年仁厚，也不会有死士帮助失势的前苍王为其子制造假死之象。我的孩子，事情根本就不是你想象的。你猜现在外边的人都在干什么？所有人都会认为玄鸟之力是你南药王的自保。
没有人会打扰我们叔侄二人叙旧。你害得我家破人亡，如今世事轮回了。孩子，祖金之死，本王确实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本王一时糊涂，被权力蒙蔽了头脑。临终之前服软了，那又能怎么样？这些年来我苟且偷生，想尽一切办法，就是为了借机杀了你。我怎么可能，怎么舍得就这么饶过你？做梦！但是孩子，你的父王，本王的兄弟，他确实做了不该做也不能做的事情。不许诋毁我的父王！如果本王死了，你也不能活着出去。你认为我还会在乎生死吗？你有没有想过，本王为何会如此顺利杀兄篡位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玄苍为何要迁都？你有没有想过，玄苍之前几次动乱又是怎么回事？那跟你杀害我的父王，你的兄长有什么关系？也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，有一种更加恐怖的力量，它在左右着整个玄苍，它像一只无形的手，在主宰着一切。祖金的死跟这种力量息息相关。本王成功篡位后，也变成了他们的傀儡。本王不想把你牵扯进来，你走吧。你胡说！这明明就是你求生的借口。烛龙卵在你手里吧？那颗烛龙卵被施了黑灵术，非但不能克制玄鸟之力，反而会让接触过它的人逐渐的枯竭而死。我承认，你有足够的谋略，只可惜……可惜什么？你在明，他们在暗。你根本就无法想象这种力量有多么的恐怖。这种力量，就算是联合整个玄苍最强的灵术师，也不是他们的对手。你走吧，我的至亲血脉。离开玄苍，走得越远越好。如果本王不死，还有时间帮你查明真相。记住，孩子，你对抗的不是我，是那股恐怖的力量。玄苍王室将遭遇灭顶之灾，玄苍子民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恐怖黑暗。